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周三发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指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克服自身经济、社会等方面困难，实施一系列应对气候变化战略措施和行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应对气候变化取得了积极成效。在国新办记者会上，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叶民答深圳卫视记者问时表示，气候变化是全人类的共同挑战。中方期待本周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能够在尊重不同国情的基础上落实框架公约，完成巴黎协定细则谈判。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介绍，气候变化是全人类的共同挑战，中国高度重视，并为此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包括加快构建碳达峰、碳中和、1+N 政策体系，实施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有效控制重点工业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推动城乡建设和建筑领域绿色低碳发展，构建绿色低碳交通体系等。白皮书提到，在多管齐下实施气候变化国家战略后，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发生历史性变化，经济发展与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凸显，绿色已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亮丽底色。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同时，碳排放强度显著下降，生态系统碳汇能力明显提高，绿色低碳生活成为新风尚。截至2020年底，我国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8.4%，超过了我国向国际社会承诺的40%至45%的目标。白皮书最后呼吁，应对气候变化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面对全球气候治理前所未有的困难，国际社会要以前所未有的雄心和行动，勇于担当，戮力同心，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共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我国接连3天发布相关的重磅文件，今天的白皮书呢，更是以8种语言对外发布。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叶明表示，这对于增进国内外对中国行动的了解，分享中国智慧与方案，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COP26即将在英国的格拉斯哥举行，所以在回答我的问题时呢，叶明也表达了中方对于大会的几点期待，其中最重要的是中方主张各方要坚持在多边主义的框架下进行沟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也被称为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每年都会召开。观察指出，即将在格拉斯哥举行的 COP26 是自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之后最受各方瞩目的一次缔约方会议。苏格兰能源和交通内阁大臣迈克尔·马德胜甚至将此次大会比喻为人类可以抓住的避免全球气候灾难的最后一次机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则表示，各国必须准备好提高气候承诺，让世界重回正轨。国际社会对于本次大会能够完成此项任务充满了期待。在巴黎协定进入全面实施之际，大会应当积极推动完成第6条实施细则的核心遗留问题谈判，这是各方全面有效实施巴黎协定的基础和前提，也是维护国际社会对多边机制信任的重要标志。叶明也呼吁，本次大会应当突出落实，将目标转化为落实的政策、措施和具体行动，避免把提出目标或提高目标变成空喊口号或差别化指责。去年，古特雷斯曾在气候雄心峰会上直言，巴黎协定已达成5周年，世界仍然没有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这与发达国家做出的承诺未能付诸行动有关。而近期频受气候变化引发的自然灾害困扰的美国，拜登政府准备出台一项国内减排计划，以应对气候变化，并带着这一成果前往格拉斯哥，向世界证明美国这个全球历史第1碳排放大国终于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来削减化石燃料的决心。但让拜登始料不及的是，计划还没出台，就在国会遭到一位民主党议员的扼杀。按照拜登原本的构想，这项名为清洁电力的计划将耗资1500亿美元，鼓励美国用煤炭和天然气2种造成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化石燃料为动力的发电厂，将每年发电量的4%用太阳能、核能和风能等清洁能源来取代。但如果这些公司没有引入清洁能源或者不达标，就必须向政府支付罚款。然而，这项计划最终却因为民主党籍参议员曼钦的反对而功亏一篑。这一次他极力的推动他的减排方案在国会受阻，那么这就会导致全球在努力减排的过程当中，
缺少了美国的减排的贡献。这也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看到，美国的减排的这个空缺会导致全球的这个巨大的这个碳泄漏。美国新的减排的政策的弱化，会对于国际社会在这一次的 COP26 峰会当中共同提高国家自主贡献的目标，带来巨大的这个就是消极作用。